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2025年的10月8号，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指控，时年38岁的陈志控制着一个横跨30多国的犯罪集团，进行诈骗和洗钱活动。又过了6天，10月14号，美国司法部扣押陈志名下127271枚比特币，创下美国司法史上最大单次资产没收记录。这批比特币市值约是150亿美元，数目之巨让举世为之哗然。另外呢，英国政府也冻结了陈志在英国的19处房产。我们先来看看福克斯新闻对这起案件的起诉检察官的采访。Prosecutors say the scheme built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victims all over the world. Fox 6's Linda Schmidt is live in the newsroom with a look at what prosecutors uncovered. Linda. Yeah, well, first, this is wild. First of all, the reason that they call it pig butchering is because the scammers, they start by building trust with their victims, luring them in, fattening up for slaughter, like pig farmers do before they slaughter their pigs. Well, in this case, the scammers slaughter victims by stealing thousands, e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them. Now, this is a $15 billion cryptocurrency fraud scheme.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and the FBI say it was operated out of a call center, what you're looking at right there, in Cambodia. The indictment alleges the mastermind trafficked hundreds of workers, forcing them to work in labor camps and then to contact victims using social media, phone calls, and texting. Now, some of these pictures here are graphic. These pictures are showing you what they would do to these people. They would beat and torture them, allegedly, if they did not solicit potential victims. Now, the FBI calling this a vast criminal network that stole billions of dollars from innocent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那么这个陈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1987年12月，陈志出生在福建省连江县的一个村庄。根据他的一些同学和乡邻的讲述呢，陈志个子很矮，也就是1.6米到1.63米之间。陈志学历很低，读完初中2年级就辍学了。之后呢，他在上海一家规模不大的网吧做网管。在这个期间，陈志通过做游戏私服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所谓的游戏私服，就是私自搭建游戏盗版的服务器，然后再开通充值窗口，让玩家以现金换取装备、游戏金币等。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也是涉嫌侵犯著作权的行为。2009年，陈志所做的违法的私服出了问题，他怕被警察抓走，于是远赴柬埔寨，开始创立他的商业帝国。2015年，陈志创立了太子集团，专注于房地产开发。当时他年仅27岁。2018年，他获得商业银行的牌照，并成立了太子银行。2020年，陈志被授予柬埔寨国王赋予的最高勋衔勋爵。获得此头衔需要向政府捐赠至少50万美元。2020年，陈志获得第4家航空公司的运营许可。太子地产集团在金边建造了豪华的购物中心，在西哈努克城拥有5星级酒店。之后，太子集团迅速扩张，在30多国经营数十家公司，看起来是非常的风光。这个集团表面上主要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以及消费服务，但实际上呢，陈志经营的是跨国的犯罪集团。他在柬埔寨境内设立诈骗园区，通过贩卖人口、网骗以及电骗来获利，再透过他庞大的商业网络与加密货币买卖平台以及矿池来进行洗钱。陈志犯罪手法就是所谓的杀猪盘，再结合惨无人道的强迫劳动。集团在柬埔寨多地设诈骗基地，透过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以高薪厚职或虚假投资机会引诱来自世界各地的受害者，包括美国甚至是韩国。有些受害者被贩卖到诈骗园区，再被强迫去欺骗更多的人。那么除了真人诈骗以外呢，园区内还设有手机农场。他们使用大量手机操控76000个社群账户，向潜在客户进行诈骗，在社交媒体散播虚假讯息以及物色猎物，或者是自动发出讯息进行诈骗。这个犯罪网络到底有多厉害？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提到，他们经营杀猪盘2018年时每月收入曾经高达3000万美元。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闪耀的玻璃幕墙和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
正在重塑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在这些项目的背后，有一个名字频繁出现：陈志。陈志，他被称为太子公爵，是柬埔寨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争议的华人商人之一。陈志出生于中国福建，公开资料显示，他在2010年前后进入柬埔寨市场，并迅速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崭露头角。2015年，他创立了太子集团 Prince Holding Group， 短短几年间，集团业务迅猛扩张，覆盖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酒店、商业零售与慈善基金会。陈志积累财富的速度与金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英国当局称呢，2019年他在伦敦北部购买了一座价值是1200万英镑的豪宅，并在该市的金融区购买一座价值9500万英镑的办公大楼。美国方面则称呢，他已同伙在纽约购买了房产、私人飞机、超级游艇以及一幅毕加索的画作。陈志和家人也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掷千金。我们可以从博主千总上传的一段视频中一看究竟。细心的网友扒出来，早在2023年，网上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炫富网红，叫 Eva， 她炫富的姿态堪称豪门太太的天花板。所有人都震惊，居然有人能够富有到这种程度。如今网友一对比才发现，原来这个炫富网红 Eva 就是陈志的妻子。陈志是福建人，他妻子 Eva 是一个四川妹子。Eva 之前是一个网络女主播，后来嫁给了直播间的大哥陈志，可谓网红主播上岸的典范。2023年的时候 ，Eva 在网上晒自己的生活，让所有网友都不淡定了。我们来看细节。照片当中呢，伊娃和女儿坐在鱼缸前，这不是水族馆，而是伊娃她自己的家。细看之下，不难发现这个巨大鱼缸有100米长，里面还有各种花草以及树木的根部。最重要的是，鱼缸里养的可不是什么锦鲤，而是鲨鱼。伊娃说，这是全网最大的鱼缸，还真的没吹牛。2022年8月24号，伊娃又在小红书上面晒了一张照片，配文标题是全球唯一一台 24K 金的斯坦威钢琴。文案内容是在伦敦买的斯坦威，漂洋过海，终于摆在家里了。老公送给女儿的礼物，我可爱的艾米每天都在认真弹琴。伊娃和陈志育有一对子女。照片中站在 24K 金的斯坦威钢琴前，那个比耶手型的可爱姑娘就是伊娃的女儿。据说呢，这台 24K 金的斯坦威钢琴售价是人民币700多万。2023年4月，伊娃又在小红书上晒他们家的卧室的床，她是这么写的：必须分享一下这张人民币500万的架子床，经过大师1年多的精雕细琢，每一处都是细节。因为我家是比较复古的装修，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这张床也是我要求做的。除此之外呢，伊娃和老公还拥有6架私人飞机，可以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她经常晒出在飞机舱内喝香槟的照片，背景是环球各地的天际线。根据爆料，她曾经为了去网红餐厅吃一顿饭，专门乘坐私人飞机飞了一趟伦敦，饭后还随手买了上文介绍的那架价值700多万的 24K 纯金的斯坦威钢琴。那么除了私人飞机呢，据说柬埔寨马路上跑的劳斯莱斯 30% 都是他们家的，每次出门都有保镖与私人摄影师跟随，正是堪比好莱坞巨星。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红，在2023年的时候，网友都猜不透她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她老公究竟是谁。当年她曾经晒出一张她和老公的合影，照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她老公留着胡茬的侧脸。后来呢，经过网友的对比确认，这人就是柬埔寨太子集团老板陈志。柬埔寨的太子集团在他网站上把陈志描述为一位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慈善家。他的远见卓识和领导力将太子集团打造成为柬埔寨一家遵守国际标准的领先商业集团。那不仅如此呢，陈志在中国大陆还被连续评为中国财经会社会责任典范奖的企业家。正如下面这位博主亨哥说的，陈志一边干着杀猪盘坑害人的勾当，另一边摇身变成各个领域的座上宾，这反差感简直突破了想象。那么这个陈志仅仅凭借他一人之力就能够积累出如此庞大的资金吗？答案是否定的。
10月24号 ，BBC 中文网刊登的一篇题为《陈志诈骗帝国神秘主谋，被指策划140亿美元加密货币诈骗案》的文章介绍说，陈志资金来源始终不明。2019年，他在马鞍岛申请银行账户时，列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叔叔，称其在2011年给了他200万美元，用于创办他的第一家房地产公司，但是从未提供任何证据。台湾时事评论员黄世聪也分析到，其实呢，整个事件都跟福建帮金库有关联。陈志光靠诈骗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他是中南海的账房，也就是说呢，他在替习近平为主的福建帮在洗钱。事实上，这个所谓柬埔寨的这些诈骗集团，或是陈志有那么多钱，美国这次指控他，还指控他洗钱哦。对，洗钱，那你是洗谁的钱？当然有可能是洗中国高官的钱嘛。黄世聪表示，现在美国就直接丢出一个陈志，搞不好你是中南海的账房，谁跟他洗我都知道。我跟你讲，诈骗集团能够诈骗到这么多钱吗？就算是真的诈骗到这么多钱，那这个钱很多搞不好不是他的钱。而且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吗？这个陈志，他是中国出生，但他已经没有中国籍了，他现在是有这个柬埔寨籍跟英国籍，但是他是福建人。我们不是讲过，福建帮都跟诈骗有关系。那福建帮的最高领导人是谁？我们都说蔡奇，蔡奇是谁？蔡奇他上面还有更高的福建帮的人是谁？就是习近平。所以我才说，你这时候丢出这个来，当然就很让人家觉得奇怪。我所以才说，这搞不好表面上是在打诈，但是实际上是要给中南海一个恫吓。你再不听我美国话，搞不好我把背后陈志的人曝光出来。我跟你讲，美国调查这么详细，你知道吗？他会不会真的能够勾到上面的人？他只是没有把上面给你看，这或许只是第一手而已。当然，那所以我才说，这个时间点出这个手，我觉得美国一定有后面的含义在这里面。陈志是否只是一个被中共高层利用的白手套？博主老潘财商说得很透彻。每一个看似光鲜的节点的背后，都藏着没说透的一些隐情。博主老潘财商表示，陈志去柬埔寨的时候是2009年，16年前，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刚刚对东南亚洗劫过一遍，彼时柬埔寨更穷更落后，普通人活下去都很难了。结果陈志不仅去了，而且迅速在那边还站稳了脚跟。更加离谱的是，他仅用了5年的时间，并拿到柬埔寨的国籍，仅用6年时间就建起了庞大的太子集团。通过公开报道和网站消息，我们知道太子集团的业务涉及地产、金融、酒店、娱乐、消费服务等。这些产业哪一行拿出来都是需要巨额的资金和本地的资源来做支撑的。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年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凭什么拿到这些、做到这些？他从国内拿过去的几百万创业资金从哪里来的？从2009年到2015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积累出如此庞大的资金体量？这些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对比同期在柬埔寨创业的中国人来说呢，多数人都是从小本生意开始做起，2、3年能够盈利、能回本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倒好，直接跳过原始积累，一步跨进集团化运作，这明显不符合商业的基本逻辑。后来太子集团还涉足博彩业，要知道柬埔寨博彩牌照在2015年前后管控的极严，不是你有钱就可以拿得到的。可是呢，对陈志而言太容易了。更让人感到奇异的是，这些年关于他的负面传闻可不少，可每次他都能够平安无事。普通商人遇到类似的麻烦早就栽了，他却能够稳坐钓鱼台。这实力远非年轻富豪的一句话能够解释的。说白了呢，正常商业路径里从来没有过28岁就空降成为集团老板的这种奇迹。那些藏在时间线里的空白，不合常理的资源获取，或许才是解开他暴富之谜的关键。现在再看他早年的经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每一个看似光鲜的节点背后，都藏着没说透的一些隐情，只是没人能把这些碎片拼出一个真相。那么现在陈志本人的情况如何呢？
自从10月14号宣布制裁以来，外界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或者是踪迹。这位神秘的大亨曾经是柬埔寨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现在已经消失了。他也许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继续他的奢华的人生。但是正义有时会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